婚礼的事你别太干涉，爸那边会安排。陈阳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冷漠。林锦瑜握着手机，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落地窗外的夕阳正好照在他脸上，将他的轮廓勾勒得格外清晰。他没有立即回答，只是静静地听着电话那头儿子急促的呼吸声。许久，他才开口：“我知道了，大家好。”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3月的午后，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斜射进客厅，在木地板上投下一道道细长的光影。林锦瑜正在整理茶几上的杂志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楼上的邻居张太太。锦瑜啊，你们家杨洋的婚礼定在几月几号来着？我好准备份子钱。张太太的声音里带着那种邻里间特有的热情。林锦瑜手中的杂志停在半空中。婚礼？对啊，昨天我在电梯里遇到你前夫，他说5月18号在香格里拉酒店。我还想着问问你需不需要帮忙呢。电话挂断后，林锦瑜在沙发上坐了很久，窗外的车流声如潮水般涌来又退去，他却听不见任何声音。5月18号，香格里拉酒店，他的儿子要结婚了，而他竟然是从邻居口中得知这个消息的。晚上8点，陈阳按时回到了这套2居室的房子，这是他们母子俩离婚后的新家，也是林锦瑜用自己的积蓄购买的。陈阳推开门，看见餐桌上摆着他爱吃的红烧肉和冬瓜汤。今天怎么这么丰盛？他脱下西装外套，挂在玄关的衣架上。听说你要结婚了。林锦瑜从厨房里走出来，手里还拿着锅铲。陈阳的动作停顿了一下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坐到餐桌前。妈，我本来想找个合适的时间跟你说的。合适的时间？林锦瑜在他对面坐下。什么时候对你来说是合适的时间？你知道的，最近工作比较忙，婚礼的事情也很复杂。陈阳夹了一块红烧肉，而且你和爸的关系，我和你爸的关系是我们的事。林锦瑜的声音很平静，但你是我儿子。陈阳抬起头看他，母亲的脸在暖黄色的灯光下显得有些疲惫。50岁的林锦瑜依然保持着不错的身材，只是眼角的细纹暴露了这些年的辛苦。妈，婚礼的事你别太干涉，爸那边会安排。这句话说出口后，餐厅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林锦瑜低头吃饭，一口一口的咀嚼，仿佛在品尝什么特别的味道。吃完饭，陈阳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林锦瑜收拾完餐具，走进卧室，从衣柜最深处翻出一个红色的笔记本，这是他这些年来记录的账目。婚房首付30万，装修费15万，家具家电8万，彩礼钱10万，每一笔都有他的字迹，每一笔都是他的血汗钱。他翻到最后一页，用黑色签字笔写下5月18号，香格里拉酒店，主办人陈远。写完这行字，他合上笔记本，将它重新放回衣柜深处。周末的上午，林锦瑜换上一件素色的外套，坐公交车到了香格里拉酒店。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这次侦查行动，甚至连他自己都觉得这样做有些可笑。但他需要知道，在儿子人生最重要的这一天，他将被安排在什么位置。酒店的婚宴部在3楼，林锦瑜坐电梯上去，假装是来咨询婚礼服务的客人。接待他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，叫小李。请问您是准备什么时候举办婚礼？小李热情地问道。我想先看看你们5月18号那场婚礼的安排，做个参考。林锦瑜说谎的技巧
在这一刻显得出奇的熟练。小黎打开电脑，调出了那天的婚宴安排表。林锦瑜凑过去看，屏幕上清楚地显示着新郎陈阳、新娘周怡、主宾席陈远先生与苏青女士。苏青，那个抢走她丈夫的女人，那个在她面前装作柔弱无辜的女人，将坐在婚礼的主宾席上，而她，孩子真正的母亲，甚至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张座位安排表上。这对新人的家长很重视这场婚礼呢。小李继续说着，男方父亲已经来看过现场3次了，对每个细节都很挑剔。林锦瑜点点头，表示理解，然后礼貌地离开了酒店。下午回到家，他坐在电脑前，登录了自己的网银账户。陈阳的副卡显示在关联账户列表里，这张卡他给了儿子3年，用于他的日常开销和紧急情况。他点击注销关联，然后确认操作。接着，他打开房产中介的网站，注册了一个账号，将陈阳现在居住的那套婚房挂了出去，标价比市场价低了10万，标注为急售。做完这些，他煮了一壶茶，坐在阳台上看夕阳。远处的高楼大厦在晚霞中变成了剪影，像一幅安静的画。他想起陈阳小时候，每次犯错后都会主动来找他道歉。那时候的他会紧紧抱着他的腿，说：“妈妈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。”现在的陈阳已经26岁了，西装革履，事业有成，但他再也不会主动来找他道歉了。周一的上午，林锦瑜正在办公室处理一份财务报表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个陌生的号码。请问是林女士吗？我是周怡的母亲。电话里传来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，语调优雅，但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。是的，你好，是这样的，关于彩礼的事情，我们之前说好的20万，现在只收到了10万，还有10万，什么时候能到账？林锦瑜握着电话的手紧了紧。彩礼的事情，您应该问陈远先生，可是之前一直是您在和我们联系这件事，那是因为钱是我出的。林锦瑜的声音依然平静。现在我只负责我出的那一半，剩下的您找陈远先生要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。林女士，孩子们的婚礼就在下个月，您看，我看得很清楚。林锦瑜打断了他，我出了该出的钱，做了该做的事，剩下的不关我的事。挂断电话后，林锦瑜继续处理手头的工作。1个小时后，陈远的电话打了过来，他们已经3个月没有通话了。锦瑜，周家那边催彩礼的事，你听说了吧？陈远的声音还是那么温和，带着一种职业性的礼貌。听说了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这边资金有点紧张，你先垫付一下，等我年底分红下来就还你。林锦瑜放下手中的笔，陈远，我已经出了10万，我知道，但是没有但是。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冷。你要办婚礼，你自己想办法。你真打算看儿子出丑？陈远的语气开始有些不耐烦。不是我让他出丑，是你们都不把我当母亲。电话又一次陷入沉默。过了很久，陈远才说：锦瑜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，我没有怨气。林锦瑜打断他，我只是在收回我的东西。当天晚上，陈阳一进门就直奔他的房间，他的脸色很难看，显然已经知道了彩礼的事。妈，你今天是不是拒绝给周家剩下的彩礼？林锦瑜正在床上看书，头也没抬。我给了该给的。什么叫该给的？陈阳站在门口，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愤怒。我是你儿子，正因为你是我儿子，所以我已经给了10万。林锦瑜合上书本，看着他，剩下的10万让你爸给。你知道爸现在的情况，
公司刚起步，哪有那么多现金？那不关我的事。陈阳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。妈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林锦瑜从床上下来，走到衣柜前，取出那个红色的笔记本，他将它递给陈阳。你看看这个。陈阳翻开笔记本，看到了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和记录：婚房首付、装修费、家具费、彩礼，每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，每一笔都有日期和用途。这些年，我为你的婚礼准备了63万。林锦瑜的声音很轻。现在我想知道，在你的婚礼上，我坐在哪里？陈阳翻到最后一页，看到了那行字：5月18号，香格里拉酒店，主办人陈远。妈，你不用解释。林锦瑜接过笔记本，我什么都明白。苏青是在周3的下午来的。他按响门铃时，林锦瑜正在厨房里煲汤，透过猫眼看到门外站着的那个女人。林锦瑜停顿了几秒钟，然后打开了门。林姐。苏青的声音很轻很柔，一如既往的温顺。打扰您了，有事吗？林锦瑜没有让他进门的意思。我想和您聊聊杨洋的婚礼。苏青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，妆容精致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不少。可以进去坐坐吗？林锦瑜侧身让开门口。苏青走进客厅，环顾了一下四周，然后在沙发上坐下。您家收拾得真干净。苏青说着，从包里拿出一盒包装精美的茶叶。这是我从杭州带回来的龙井，您尝尝。林锦瑜没有接那盒茶叶，而是在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关于彩礼的事情，我觉得可能是有什么误会。苏青的眼圈有些红，仿佛随时都会哭出来。杨洋是个好孩子，他最近为了这件事都瘦了好几斤。然后呢，我想着大家都是为了孩子好，没必要搞得这么僵。苏青的声音越来越小。您看，要不我们私下里把剩下的钱先垫上。林锦瑜静静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我知道您对我有意见，这些年也确实委屈您了。苏青用纸巾擦了擦眼角，但杨洋是无辜的，他只是怕您太情绪化，怕影响婚礼的气氛。情绪化？林锦瑜的声音突然变冷。我哪里情绪化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苏青慌忙解释，我是说，杨洋很爱您，他只是希望婚礼能顺顺利利的，所以就不告诉我婚礼的时间和地点。林锦瑜站起身来，所以就让你做主宾席，让我连个位置都没有。苏青的脸色变了变。林姐，您误会了。我没有误会。林锦瑜走到门边，拉开门。苏青，你抢了我丈夫，现在又想抢我儿子。我忍你10年，不代表我会忍一辈子。苏青站起来，脸上的柔弱瞬间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尖锐的愤怒。林锦瑜，你不要太过分，过分的是你。林锦瑜平静地看着他，请离开我家。苏青拿起包，走到门口时又转过身来，你这样做，最后受伤的还是杨洋，那就让他自己承担后果。林锦瑜关上门，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下来。第二天上午，房产中介的电话打来了。林女士，您挂售的那套房子，昨天有客户看了，觉得很满意，对方是全款购买，问您什么时候方便签合同，越快越好。林锦瑜说，那我们约在明天下午2点，在我们门店签约。好的。挂断电话后，林锦瑜给陈阳发了条短信，房子明天下午签约出售，你安排时间搬家。10分钟后，陈阳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妈，你疯了吗？他的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愤怒。那是我的婚房，那是我买的房子。林锦瑜的声音很平静，
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他打断了他，你既然已经长大了，就应该自己解决住房问题。妈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陈阳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愤怒。你是想毁掉我吗？我没想毁掉任何人。林锦瑜说，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5月13号，距离婚礼还有5天，香格里拉酒店的婚宴部给陈阳打了电话。陈先生，您的婚宴预定金还差8万没有到账，我们的财务部催得比较急。陈阳站在公司的办公室里，透过落地窗看着下面川流不息的车流。这几天他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。周姨那边催彩礼，酒店这边催预定金，而他的母亲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既不接他的电话，也不回他的短信。我知道了，明天就打过去。他挂断电话，拨通了父亲的号码。爸，酒店那边催预定金，我这边也在想办法。陈远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，实在不行，我去找朋友借一点，要不我们再去求求妈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杨洋，你妈这次是真的生气了，那怎么办？等等看吧。挂断电话后，陈阳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。他想起小时候，每次他生病的时候，母亲总是整夜不睡地守在他身边。他想起高考前的那个夏天，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他准备早餐。他想起大学毕业后找工作的那段时间，母亲把自己的首饰都当了，给他买了人生第1套西装。但是现在他已经快30岁了，他有了自己的事业，自己的未婚妻。他觉得自己不再需要母亲那些过度的关心。他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母亲的存在是一种负担，尤其是在周姨面前，尤其是在父亲和苏青面前。现在他才意识到，他一直以来依赖的那个女人不再无条件地站在原地等他了。5月14号的晚上，陈阳终于在小区门口堵到了下班回家的林锦瑜。妈，我们谈谈。他从车里下来，拦住了他的去路。林锦瑜看着面前这个穿着名牌西装的年轻人，一时间有些恍惚。这是他的儿子吗？这个为了婚礼的钱能够在小区门口拦截他的人，真的是他养了26年的孩子吗？有什么好谈的？他绕过他，继续往楼上走。陈阳跟在后面。妈，我知道你生气，我也知道我们做的不对。林锦瑜停下脚步，转身看着他，哪里不对？陈阳突然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。你想要什么？他最终问出了这个问题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林锦瑜看着他，许久没有说话。夜风从楼道的窗户吹进来，带着5月特有的温润。我想要的，你给不了，他最终说道，然后转身上楼。5月15号，酒店正式通知取消了陈阳的婚宴预定，理由是预定金长期拖欠，档期被转给了其他客户。陈阳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，正在周姨家里商量婚礼的最后细节。周姨的父母脸色变得很难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周姨的父亲是个生意人，最看重的就是信誉和体面。婚礼前3天告诉我们场地没了，叔叔，我马上想办法。陈阳的额头上开始冒汗。什么办法？周姨的母亲也生气了，请帖都发出去了，亲戚朋友都安排好了时间，你现在告诉我们没场地了。周姨坐在一边，第一次露出了对这门婚事的怀疑。她从小生活优渥，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混乱和失控。要不我们换个酒店？陈阳试探着问。3天时间，你去哪里找同等级的酒店？周姨终于开口了，声音里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冷漠。杨洋，你们家到底是什么情况？
陈阳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任何解释。5月16号的深夜，陈阳再次来到了母亲家里。这次他没有敲门，而是用自己的钥匙直接开门进去。客厅里很安静，只有墙上的钟表在滴答作响。他看到餐桌上放着一叠整齐的文件，走近一看，是房屋买卖合同，已经签字盖章。你回来了。林锦瑜从卧室里出来，穿着睡衣，神情平静。妈，你真的卖了房子？陈阳拿起合同，他的手在颤抖。卖了？那我住哪里？你已经26岁了，应该有能力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。林锦瑜在沙发上坐下，就像你有能力安排自己的婚礼一样。陈阳突然爆发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他把合同摔在茶几上。你还是我妈吗？我当然是你妈。林锦瑜的声音依然很平静。正因为我是你妈，所以我为你出了63万。正因为我是你妈，所以我忍受了这么多年的冷漠和忽视。正因为我是你妈，所以当你们把我当空气的时候，我选择了离开，而不是大吵大闹。我什么时候把你当空气了？从你答应让苏青做主宾席的那一刻开始。林锦瑜站起身来，走到电视柜前，拿出那个红色的笔记本。从你说婚礼的事，你别太干涉的那一刻开始，他将笔记本递给他。你看看这些数字，然后告诉我，我有什么资格干涉你的婚礼？陈阳低头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记录，每一个数字都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。妈，我知道你为我付出了很多，我不需要你知道。林锦瑜打断了他，我需要的是基本的尊重。可是你知道爸和苏青的情况，如果你也在婚礼上，会怎么样？林锦瑜看着他，会让你丢脸吗？会让周一家的人看笑话吗？陈阳沉默了。你怕的不是尴尬，你怕的是麻烦。林锦瑜继续说道，你觉得我的存在是个麻烦，会影响你完美的新生活。我没有，你有。林锦瑜走到阳台门前，看着外面的夜景。杨洋，你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？这句话问得陈阳哑口无言。他想起自己最近几个月的所作所为，想起自己对母亲的冷漠和敷衍，想起自己在选择面前毫不犹豫地站在了父亲和苏青那一边。妈，我可以改。太晚了。林锦瑜转过身来，我已经50岁了，我不想再等你慢慢改变。那你想怎么样？陈阳的声音里带着绝望。你想要我取消婚礼吗？我不想要你做任何事。林锦瑜走到他面前，我只是把属于我的东西拿回来了。房子是我买的，我卖掉它，钱是我挣的，我不给你，就这么简单。陈阳看着面前这个女人，这个养育了他26年的女人，第一次觉得她如此陌生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吗？他问。林锦瑜看着他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在乎，他说，所以我不会看着你继续这样下去。5月17号，婚礼前一天，陈阳跑遍了全市的高档酒店，终于在一家4星级酒店订到了场地。虽然档次比香格里拉差了不少，但至少婚礼可以如期举行。为了凑齐所有的费用，他把自己的车抵押了，又向朋友借了10万块钱。陈远那边也想方设法凑了5万。下午的时候，周怡的母亲亲自来到了林锦瑜工作的公司。林女士，我是周怡的母亲。她穿着一套得体的职业装，神情严肃但不失礼貌。我想和您谈谈。林锦瑜有些意外，请坐。我今天来是想为之前的事向您道歉。周母坐下后直接开门见山，我们不知道您才是杨洋真正的监护人，一直以为陈远先生是主事的。
林锦瑜没有说话，等他继续。这些天我了解了一些情况，知道您为了杨洋的婚礼付出了很多。周母从包里拿出一张婚礼请帖，这是重新制作的请帖，希望您能参加明天的婚礼。林锦瑜接过请帖，看到上面清楚地写着新郎陈阳父亲陈远先生，母亲林锦瑜女士敬邀，我们重新安排了座位，您将坐在主宾席。周母继续说道：对不起，我们之前确实考虑不周。林锦瑜把请帖放在桌上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我不会参加婚礼。为什么？周母有些不理解。您不是一直想要一个正式的邀请吗？我想要的不只是一张请帖。林锦瑜看着他，我想要的是儿子的尊重和理解，这些您给不了我。周母沉默了一会儿，那您希望杨洋怎么做？我不希望他做任何事。林锦瑜摇摇头，他已经长大了，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。但您还是他的母亲，正因为我是他的母亲，所以我不能永远让他以为伤害是没有代价的。当天晚上，陈阳最后一次来到了这套即将易主的房子。新买主要求第二天交房，他必须把所有的东西搬走。林锦瑜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行李，准备搬到新租的公寓里。他看着陈阳在房间里整理东西，想起了他小时候收拾玩具的样子。妈，新买主给的价格比市场价低了很多，你为什么要急着卖？陈阳问。因为我不想再和这套房子有任何关系。林锦瑜在客厅里坐下，他承载了太多我不想记住的东西。陈阳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包括我吗？林锦瑜看着他，许久没有说话。妈，我知道我让你失望了。陈阳走到客厅里，在他对面坐下，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周姨那边的压力，爸那边的期待，所以你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，把我排除在外。我以为你会理解。我理解。林锦瑜点点头。我理解你的难处，我理解你的顾虑，我理解你的选择，但是理解不代表接受。那我现在道歉还来得及吗？林锦瑜看着他，眼中有一种复杂的情绪。杨洋，有些伤害是不可逆的，就像我和你爸的婚姻，就像你对我的忽视。道歉很容易，但信任一旦破碎，就很难重建。所以你不会原谅我，我已经原谅你了。林锦瑜站起身来，但原谅不代表一切都能回到从前。5月18号，婚礼如期举行。虽然场地换了，虽然准备匆忙，但一切都还算顺利。陈阳穿着崭新的西装站在台上，看着台下坐着的宾客。主宾席上，陈远和苏青并肩而坐。苏青今天穿了一件淡紫色的连衣裙，妆容精致，看起来像个真正的母亲。她没有看到林锦瑜。周姨很美，白色的婚纱在灯光下闪闪发光。她挽着父亲的手臂走向他，脸上带着完美的笑容。新郎新娘交换戒指，司仪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。陈阳机械地完成着每一个程序，但他的思绪却飘到了别处。他想起小时候，母亲总是说要看着他穿西装结婚的样子。他想起高中时，母亲开玩笑说要给他的婚礼准备很久很久。他想起大学时，母亲认真地询问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。现在这一切都实现了，但母亲却不在现场。有请新郎父母上台。司仪继续说着。陈远和苏青站起身来，走向台上。苏青的眼中甚至有些湿润，仿佛真的为这个儿子感到骄傲。台下响起掌声，闪光灯不停地闪烁。这是一个完美的婚礼，除了缺少一个最重要的人。与此同时，林锦瑜正在新租的公寓里整理房间。这是一套一居室的小公寓，
位置不错，采光很好。虽然比之前的房子小了很多，但他觉得很满足。他把那个红色的笔记本放进了抽屉的最深处，然后开始整理新买的书籍。这些都是他一直想读但没时间读的书。现在他终于有时间了。下午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温暖的光斑。他泡了一壶茶，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风景。手机响了，是陈阳发来的短信：妈，婚礼结束了。他看着这条短信，没有回复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来了一条：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但我想告诉你，我会慢慢学着长大。林锦瑜把手机放在一边，继续喝茶。傍晚的时候，他接到了房产中介的电话：林女士，房款已经全部到账了，您什么时候方便来办理最后的手续？明天上午吧。他说。挂断电话后，他登录网银，查看了账户余额。卖房的钱加上这些年的积蓄，足够他过一个安稳的后半生。他想起年轻时的梦想，想起那些因为结婚生子而放弃的计划。现在他又有机会了，虽然晚了一些，但不算太晚。晚上，他在网上搜索旅游信息，欧洲、澳洲、东南亚，有太多地方他想去看看。正在浏览网页的时候，门铃响了。他以为是物业或者快递，打开门却看到了周怡的母亲。林女士，打扰您了。周母手里拿着一个礼盒，这是今天婚礼上的喜糖，我想给您送一份。林锦瑜接过礼盒，谢谢。其实我还想说声对不起。周母在门口站着，没有进来的意思。今天的婚礼上，杨洋一直在找您，他找到了吗？没有。周母摇摇头，我觉得他今天并不快乐。林锦瑜沉默了一会儿，他会适应的。您真的不打算给他一个机会吗？我已经给了他26年的机会。林锦瑜看着他，现在该轮到我给自己一个机会了。周母点点头，似乎理解了什么。那祝您一切顺利，也祝你们新婚快乐。送走周母后，林锦瑜打开礼盒，里面是精美的糖果和一张婚礼照片。照片上，陈阳和周怡笑得很甜蜜，但他能看出陈阳眼中的勉强。他把照片夹在一本书里，然后继续规划自己的旅行。3个月后，林锦瑜在泰国的海边给自己发了一张明信片，上面写着：孩子长大了，总得学着自己付代价。那时候他刚从普吉岛回到曼谷，准备前往下一个目的地。旅行让他找回了久违的自由感，也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有些时候，放手比紧握更需要勇气。而在国内，陈阳正在为房租和生活费发愁，没有了母亲的经济支持，他第一次体会到了生活的压力。周怡虽然嫁给了他，但他家里不会无限制地支持一个已经成年的女婿。他想过给母亲打电话，想过道歉，想过和好，但每次拿起手机，他都想起那天晚上母亲说过的话：有些伤害是不可逆的。他开始明白，有些代价是必须要付的，有些成长是必须要经历的，而有些人一旦失去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林锦瑜没有再联系过他，就像他说的那样，他把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回来了，包括他的人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